爸爸，美国马上就要开始降息了，我们的钱应该怎么样投资呢？其实你知不知道，美国已经降息了？大家有一个错误的概念，美联储降息那个利息才是我们所讲的利息，但是那个不是最重要的利息。比如说我们个人或者企业去投资，又或者投资者拿折现率来计算一个股票背后企业的价值的时候，这个利率用的是市场的利率，而市场的利率是由每天都在交易的国债来决定的。一般来说，消费的借钱是用短期的国债，如果是买楼或者是计算企业的价值，那个折现率用的可能是10年的美国国债的收益率。这个国债的收益率从今年年初开始一直在往下跌，现在10年的国债收益率大约是3.9%，以前最高的时候曾经是接近5%的，所以美国已经降息了，大家要搞清楚这一点。很多人在说美国即将要降息，这个是美联储降他们所控制的联准率，这个联准率是银行和银行之间，或者银行需要问美联储借钱的隔夜拆息，是非常短暂的利息，而这个利息当然有它的指引性，会影响整体的国债买卖所决定的收益率的，但是中间这个关系还是动态的，所以我们也经常说债息倒挂，可能是短期的债息要比长期的国债的收益率要高，这就形成了债息倒挂，而正常的债息是短债的利息要比长债的低。那好了，利息已经降下来了，我们应该怎么投资呢？ Rich， 最近什么板块涨得多啊？首先，降息会利好一个板块，就是黄金，因为这个利率降低的时候，你持有黄金的机会成本就会降低。第二点呢，当美元变弱的时候，也变相是黄金变强。第三点呢，就是跟降息没有关系的，但也是最近黄金比较强的原因之一，就是地缘政治的风险。那一般投资者也认为黄金是一个避险的资产，而现在地缘政治的出现，也导致那些投资者是不断的在购买黄金作为一个避险的资产。第四点呢，就是不同国家的央行也在不断的买入黄金作为一个避险的资产，所以这几个因素加在一起会有利于黄金。另外，最近呢，我发现之前很强势的半导体板块呢，已经没有那么强势了，现在那些资金反而是流入到了金融的板块里面，包括房地产，包括地区银行，或者是一些保险的行业。那我观察到这几个行业呢，也是很强势。那为什么利率低反而资金会追捧银行或者保险金融这些股票呢？在过去一个高息环境之下，其实是不利好房地产的，因为作为一个平民百姓，你要去买楼，你就需要去借钱借贷，而如果在一个高息的环境之下，你去借贷，你的成本是高的。而现在开始了降息之后，你的借贷成本低了，变相是你买楼的成本也是低了，所以这也会刺激人们去买楼。除了房地产的板块强势之外，房地产相关的，比如说房地产的投资信托，或者是家建板块，它也是跟房地产相关的，也在最近非常强势。那至于为什么银行股和保险股最近会这么强势呢？西爸爸，你有讲一下。首先我纠正一点啊，不光是平民百姓买楼借钱，就算机构投资者他们买房地产的时候，也一定会借钱杠杆，没有人是full pay全用现钞去买的。但是你后面那个论点，当利息降下来之后，买楼的成本是低了，供楼的现金是少了，这也使到房地产的公司，特别是那些收租金的 REIT， 他们利息的支出少了，这样的话他们派发的股息就会多了。而人家投资 REIT 这些股票，其实也是作为一个稳定收入的投资的考虑。那当国债的收益率降低的时候，相对来说这些稳定派发股息的 REIT 就相对更加的吸引了，所以吸引了更多的资金，他们的股价也会涨得不错。下一个问题就是为什么利率跌的时候银行会好？首先我们还记得在1-2年前在加息的时候，外面很多人说加息的时候有利银行，当时我就说这又是完全是错的，因为加息了之后使到借贷的成本贵了，一样东西贵了之后，我们所消费它的量就会少，也就是说银行要把钱借出去
就更难了，银行做生意难了，自然这个价格就会下来。那现在利率跌下来，正就是资金的成本低了，人家会借更多的钱，这样银行就能够做更多的生意了，生意做多了，自然它的股价就会上去了。这也是为什么在降息的情况下，银行会吸引一些资金去买它。那还有一点要提的就是，之前有好多的小的银行出了财务的问题，像著名的 Silicon Valley Bank 还有 First Republic， 就是因为他们买了太多的国债，当国债的收益率上涨的时候，国债的价格跌下来，导致他们资不抵债，产生了很大的亏损，从而引发挤兑，有些小的银行支撑不下去就倒闭了，这也影响了投资者对银行的信心，所以银行股之前的股价一直是比较低的。那现在随着国债的收益率开始下降了，这些国债的资产的价值又上去了，那以前还有一些小的银行虽然没有爆，但是他们的资产可能在账面上有很多的没有入账的亏损，随着收益率下来之后，这些亏损不见掉了，他们的资产负债表更加健康了，自然也会有更多的资金去追他们，所以这也是利好股价的。那同样的，保险公司收了人家的保费，他们一定要把这些资金拿去投资，因为投资的收入是保险公司利润的一大来源，但是保险公司不能把资金投放太大风险，有很大机会会亏本的资产，因为如果他们投资失利，这些资本受损了，他们没有能力去偿还人家的索赔的时候，这个保险公司就会倒闭了。所以保险公司必须要投一些非常低风险的投资工具。那当然，保险公司投资最大的类型就是国债，或者是一些 fixed income固定收入的证券。那当国债的收益率现在开始下来了，这些国债的资产价值也上去了，那这样也会使到保险公司的资产负债表更加的健康，所以这也是他们股价上涨的其中一个原因了。那其实现在我们是在一个关键点，因为美联储降息，这个 Fed Pivot 美联储转向，意味着我们整体的经济来了一个180度的转变。以前是经济太好，所以通胀也高，美联储需要加息或者紧缩货币供应。现在美联储是降息，并且已经开始宽松了货币政策，这代表着现在美国的经济开始降温了，也有可能会有一个经济的衰退 recession。 那之前表现的好的股票，现在我们就要谨慎的来审视一下，他们还能不能继续的有盈利的增长，享受资金追捧他们的红利。相反来说，之前受着高利息影响的股价很低产的股票，现在又看一看是不是他们的转机了。那我个人觉得降息一般来说是利好股票的价格，但是降息背后意味着经济开始放缓甚至是衰退，这是不利股价的，所以两个因素是互相抵消的。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的焦点是放在中国和香港的股票市场，因为美国经济放缓虽然也会影响到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经济，但是中美关系已经紧张了很多年了，经济在很多的程度上脱钩了。今天香港和中国大陆的经济已经不再像以往那样过度的依赖美国了，而美国降息的时候，美元相对人民币疲弱，那过去几年港股和中概股一直在跌，就是因为美元强劲，那这些中概股和在香港上市的股票，他们赚的是人民币，相对来说他们的价值就不断的在降低，这样用港元或者美元来计算的港股和中概股，他们的股价也在跌下来，所以导致现在有很多的投资者非常的悲观，说珍惜生命，要远离港股，或者中概股是乞丐的那个丐，买了中概股就要做乞丐了。所以这么悲观的情绪使到这些股票是过度的低产。那当美元降息的时候，美金相对人民币贬值，其实也会让这些赚人民币的企业，他们的企业价值有所上升，我相信对股价也有支持的作用的。那说完了理论，我们看一看实际的数据。回看过去25年，每一次美元强劲的时候，香港的恒生指数都是疲弱，
下跌的。每一次美元下跌的时候，香港的恒生指数都有不错的升幅。所以现在我们看到美国的利息开始下降，美元指数开始跌，港股会不会有转机呢？而同时我们要避免那些过度依赖美国的经济的那些股票，甚至有很多的现金，他们有很多的利息收入的，随着降息他们这些利息的收入会减少，经济不好了，他们的销售也会减少。如果这个股票过去是涨了好多的，股价很高的话，那一旦出现了盈利的倒退或者不及市场的预期的话，他们的股价会有一个相当大的调整了，大家要小心了。那我来总结一下，用我们选股5部曲的方法来看的话，其实我们买股票第一步并不是去看哪一些股票值得我们去投资，而是要看一个大周期。那刚才七爸爸说过，现在美国的经济周期是处在一个关键的转折点，我们现在要做的就是去寻找哪一些行业是受惠于降息的，这是第2步。第3步呢，我们再去深入探讨这些行业当中有哪一些强势股。如果你也对选股5部曲这个方法有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在下面的资讯栏找到链接了解更多。那另外很多人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美元大贬值是不是要来了呢？我有一些视频提到美元可能会面临崩溃的风险，但是我觉得这个可能性还是比较小的，反而是大部分的人在质疑我，觉得美元是不会崩溃的。那现在也有人觉得美元即将会崩溃，其实我们要知道这个市场上面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意见，有人觉得美元永远不会崩溃，有人觉得美元迟早会崩溃，甚至在2024或者2025年就要崩溃。我们所要做的其实是要看到未来没有发生，什么事情都有它的可能，而最重要的是我们做好风险管理，万一美元崩溃了，我们有没有做好事先的准备去应对这个可能的灾难？那我个人看到现在有几个不利美元的因素。第一个就是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年年的赤字是越来越大，这导致了第2个问题，美国的国债是天文数字，而且还在越来越高。在不久的将来，美国光要支付他所欠的债的利息支出将会超过他所有的税收的收入了，这就已经使到很多的投资者不安了。而现在美国正在大选年，特朗普和贺锦丽他们为了要选票，还是不断的向选民承诺，比如说特朗普上去之后会减税，贺锦丽上去之后会有很多的政府的福利支出，这个一定也会导致美国的财政赤字不断的攀升。那如果美国的经济放缓，甚至有一个衰退的话，这也会导致整体的 GDP 或者国民的收入减少，国民赚的钱少了，自然交的税也会少了，这也是其中一个风险。那另外一方面，中美的关系恶劣，使到中国开始抛售美国的国债，不再买美元的资产了。同时，中国、俄罗斯、印度、巴西和南非创建的 BRICS 现在也有越来越多的国家加入了。这些 BRICS 的国家，其中有一点就是要去美元化，直接的用本地的货币来做贸易和买卖。那这样美元在国际贸易上的地位就会降低。但这里我也再重申一点，美元疲弱甚至崩溃，不代表人民币或者另外一个国家的货币会取代美元或者会强大。因为其他的货币背后很大的储备资产也是美元，而且一旦美元崩溃，会引起金融市场的震荡，而在这个情况下，资金会避险买入美元，反而使到美元强劲。我觉得在未来的一段时间内，最大的使到美元贬值的可能就是以前借了日元的那些利差交易投资者会卖掉美元资产，把这些钱换成日元去还日元的债。如果这个拆仓发生的话，这个对美元反而是在近期内最大的一个不利的因素。所以在现在我们没有看到美元会崩溃，但是清晰了这些不利的因素的话，我们就可以不断的观察，随时的应变了。那其中一个应付美元可能会崩溃的工具就是黄金了，因为当这些国家发行的货币崩溃的时候，真金白银才是真正的财富。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现在
在有不少的国家的央行正在大量的买入黄金。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请你们订阅，因为我们会将复杂的经济和投资理论简单化的讲解给你听，让你更容易的学习和吸收。那我们下期再见。